这个的有点往左偏。抖音有点往左。同学，你看一下你那边。安卓的话应该就是正常的。能调吗？你调的话，人家安卓的就太靠右了呀。没事，你稍微的调一下，把那个字稍微露出来一点点。可以这个。可以，没问题。好了。好，看一下大家都来上线了吗？好，看到了。我从这边进。来，拿着。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国国家地理山河司机。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太行山北段。因为这个假期前呢，也答应大家一定要做一场地质主题的科普直播，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专业的地质学的专家，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做这场直播。首先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老师张老师。张老师您好。好，大家好。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张宏远，来自地质大学北京的。我主要做这个教这方面的课程，构造地质学，还有地球科学概论。这个点呢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观察点，至少得有50多年的历史了。在5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中国地质大学都会带着学生过来观察。对，每年都有，每年都过来。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看到远处啊。因为我们眼连的是一条河，大家能看到吗？这条河的名字现在叫做大石河。大石河出山啊，你看前面都是很高的山，在我们脚下再往东的话，都是属于丘陵地貌。远处出山的两边都是高山。这出山了以后呢，你看这条河呢就在我们脚下拐弯了。就你看那边是从西向东流，然后到我们脚下之后从北向南，是在这个地方拐弯的。对，存在一个拐弯。存在一个拐弯的话，对于从这河流的角度来看，大家可以看到对面呢有一片绿洲啊，有一片树林。在我们脚下呢这一侧呢就是石壁。包括这一块就属于石壁，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让大家看的就是石壁。这个石壁相当于什么意思？就是被这河流所侵蚀这一部位。这石壁是被河流拐弯的外侧呢，相当于这一侧呢是被侵蚀的，被这河流侵蚀的，所以它有石壁。对面的话呢，这是一片大森林，实际是一个沉积的区域。河流的泥沙可以在对面沉积，对，像一个小岛一样。对，对面沉积，它拐弯的地方那一侧是沉积，就那一侧可以盖房子。我们这一侧的话是被侵蚀的，可能有一定的水大了以后就有风险。等会儿我们会观察到这河流它拐弯是怎么侵蚀的，有哪些特征，你都可以看出来河流的侵蚀的这种现象。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那我们这个台子它也是个平地，对不对？就曾经这河它能到我们脚下这个高度，就是我们脚下可能是曾经的河床在这个高度处，现在它下切了，向下切，同时向侧面切，然后那面不切，那面的话是内岸的话就是属于沉积区，就是这个大石河。大石河现在叫大石河，在历史上呢它叫做圣水。水经注里面有一个名字叫圣水。圣就是圣上的圣啊，大圣齐天大圣的圣。圣水呢，圣水是水经注里的一个名字。我们现在这个上游还有一个地名叫做圣水峪。是一个村子。现在叫大石河。大石河往下流的话呢，往下走，在水经注里应该是从固安那边流下去。水经注里啊，1500年前是从固安那边向东流去，
现在的话呢，它那边不让流了，那边固安那边被永定河所，就是我们人工修了永定河以后，清朝把它引到把永定河的水啊，从门头沟引到了那个固安这也就占了它的下游。那我们这下游跑哪儿去了？怎么去流啊？下游就没人管了，没人管，它就自然的就往南去了，跟这个摆向差不多吧，自然就往南去了，往南去就往雄安现在的那个雄县了，安新那边雄县那个方向去。所以后来的话，清朝又修了一个大清河，把这个水呢直接就引到渤海那边去了。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水还是特别大。一到夏季的话，容易咱们这个7、8月份属于雨季，下雨特别多。北京西山地区都汇集到，你看这个上游有好多这个降雨量，北京市降雨量最大的地方就在这条河的上游，叫做南滘。有记录以来，这边是水最大的地方。一到夏季降雨。如果你看这个遥感图的话呢，就这个河它在上游这个山环里面，它也是弯弯曲曲的，就像蛇一样，弯弯曲曲的这个样子。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一般的来说，你如果来自平原的话，在平原上面这河流呢，它自然状态就是像蛇一样，这个摆来摆去的。但是它那个拐弯呢，弯都是一个有弧度的这种弯。那我们在山里面也有这种蛇形的这种弯曲的这种状态，但是两边山很高啊，这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呢？就大家来思考一下。实际说的是地壳在运动，就我们这个地方区域上给隆起来了，像它这样隆起来了，像它这样隆升了，快速的隆升。而我们这河流呢往下切，你像我们这曾经的河床嘛，现在高起来了，这已经。这现在说的是这个河。我们人类呢，像中华民族对这个河流下游平原地区，因为兴修水利的原因呢，一些古代的河道都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河道呢，多数都是像很多都是这种人工的河道。大家知道大禹治水是吧？大禹治水以来，其实大禹治水以前也在治水。像咱们这河的下游，你像以前的黄河吧，黄河就是从天津入海，在商朝的时候从天津入海。到了战国时期，因为黄河那邯郸那一块可能是修这个河堤，就把它拦住了，换黄河从现在的这个山东那边入海了，所以从而就有了河北。就河北这边从西汉、东汉、西汉就已经发展起来了，所以这边非常的这个重要了，变得河北越来越重要。你看我们国家以前都城都是在咸阳了、西安呢，自从那河北这边兴起以后，这边农业特别发达，河流的下游很多这个就是有机质嘛，有机质沉积、沼泽，土地非常肥沃。所以就后来都开辟出了好多农田，农业就特别发达。所以从东汉以来吧，三国以后，南北朝时期，包括《水经注》的作者都是在我们这个附近出生的。就是越来越发达。水经注应该是我们上学时候会经常。到了元朝以后，宋朝、元朝以后呢，就是都城就逐渐，像金朝的都城就迁到了我们的北京，然后元朝、明朝、清朝，到现在啊都是首都北京。就这么一个，所以首都北京的建立，对我们这个山川地貌吧，特别是河流有很大的，出山以后的河流有很大的一个改造作用。人类活动对它有很大的改造。老师，我们那个直播间有观众在提问，说我们现在是具体在一个什么地方啊？咱们现在呢是在来到了这个大石河的那个出口处。大石河其实是在北京的房山区了。北京是房山区。对，北京是房山区。这叫这个新开口。这个新开口实际说的是铁路，看到那个铁路了吗？一个出山口这块，相当于平原和
山地的一个过渡地带，华北平原到太行山的一个过渡区。好，我看到了我们这个面前的这个石壁了。我想问一下老师，我们现在这个石壁的是哪一种岩石？就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其实每次出门的时候看到许多的石头，我们都想辨认一下这到底是什么石头。老师，您可以给我们讲一下。摄影师可以往后撤一下，摄影师往后撤一下，我们先宏观浏览一下。宏观上你看，我们可以看到上边嘛，有层层的岩石。层层怎么知道层层的呢？你看下边一套，中间有一套比较，你可以看到这个印记，对吧？叫层层的岩石，中间有一个夹层，水平方向有一个夹层，上下的都是含有力的这个岩石。那个夹层呢就比较细，除了夹层以外，上下都比较粗。你看，有2个夹层，这12一个夹层，上面还有一个夹层，能看到吧？你能看到吗？能看到了啊，能看到。所以说这一套呢，它是层层的岩石。层层的岩石呢，就是它是我们跟他说呢是水成的，跟这个流水作用有关系。当然不一定是这个，不是这个河啊，不一定是这个河，这地质历史时期的河，1亿年以前的河为证明，100个100万年以前的河，1亿年以前的河留下来的痕迹留下来就是它形成的这个沉积层啊，这个沉积层。那我们再离近了再看一下，就是说这整个的这些整体这个地质作用呢，是因为沉积作用所形成的。然后我们再离近了看一下它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刚才我们说是因为沉积作用形成的，我们看一下这儿的这块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你可以能不能离近一点？不知道。你看这一层呢，这儿是非常细了，然后突然间变粗了，这个颗粒的粒积突然间变粗了，然后往上呢又变细了，这个变细是从粗逐渐变细，这个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就是沉积的时候，先沉积粗的，后沉积细的，这是一个叫做粒积层理。我们是在剖面上看，这是粒积层理，下边粗上边细，逐渐的过渡变细到最细，是吧？到最细以后，突然间出现了这种原粒，鹅卵石的这种粒啊，那这个就是一个面儿，对不对？突变面啊，你往下走也是，你看往下走，逐渐变粗吧，也突然间又变细，或者突然间变成有力的，下边也是突然间变成有力的。老师，感觉这个山体就是比较松散，是吗？就随便您拿手扒拉一下，然后它这个石头就会落。你说对了，比较松散。刚才我还说一个啊，你还忘了说一句，就是说，你看，这个粗的这个是什么呢？这叫砾石的砾，就是砾石的砾。砾石的砾，它们彼此之间如何去粘到了一起的呢？好多个砾石粘在了一起。它怎么样粘到一起的？我们可以细看一下。它是表面有很多黄色的、褐色的东西，这相当于褐铁矿。这就是它是其中的一种这个交结物质，就是褐铁矿铁质交结，把它交结到了一起。看表面已经发红嘛，褐铁矿化，所以有铁质交结，把它交结到了一起，把这2个粒之间，粒有大有小。什么叫粒啊？你看这个，如果拿尺子量一下。凡是大于2毫米的，我们在地质上都叫粒。小于2毫米的，直径小于2毫米，像这个肯定小于2毫米，是吧？这叫砂。你可以看一下上面给大家。这种叫砂。砂岩。砂岩，对，砂岩，你说对了。固结以后叫砂岩，这就是固结了的，这叫砂岩，沙子，小于2毫米的。然后这个呢，那这个怎么办呢？这叫含粒沙了，那什么，这个就是既有粒也有沙，有大接近2毫米的，也有小于2毫米的，这是从粒到沙的一个过渡，这种叫沙。沙的话也可以分得更细，像在这儿就特别细了，这边的沙可以很细。老师，有人问说这么大沙吗？这么大一块儿？
啊，这是固结以后的沙固结以后形成的砂岩。沙就是沙粒固结以后形成的岩石叫这个，它本身不是一个沙粒，它有无数多个细小的沙粒组成的。你看这个沙粒，我刚才说的这个粒，这个粒跟那个沙呢，其实是在我们地质上是一样，是类似的，它只是个体比较大，这叫碎屑，这叫碎屑。从碎屑我们看到这个碎屑的这个形态啊，看一下碎屑的形态，你可以看到都是比较浑圆的，还是我们拿下来，我刚才这儿已经抠了几个，给大家看一看，就这砾石的这个形态在哪儿啊？张老师正在给大家找砾石啊，我刚才抠了几个，在这儿，在这儿呢，看你能不能过来。我还在这儿放着呢，你看啊，这在这儿长着吧，其实可以拿下来，它就是耦合力不是很大，拿下来了吧？这个粒呢，你看有什么特点？你看它是圆的，为什么会有圆的呢？在我们地质上就是认为它是被水流冲刷，然后磨圆的，机械磨圆，或者彼此之间磕碰啊，这样磨圆的，主要是流水作用。但有的呢也还没有磨圆。你看这个大粒它就没有磨圆，是吧？磨的不是很圆，就磨圆度呢，这个有的比较差，有的比较好。这个也可以拿下来，我刚才拿下来了已经，还可以放回去，很轻松的就拿下来了。不是轻松，我这是刚才有意识的把它抠下来了。然后我现在再复原一下。复原一下。你要真正的抠一下，还是拿那个地质锤来进行。那这个石头，这个石头它来自什么地方呢？它的来历就非常复杂了。现在它是跟彼此之间交集到一起形成的这套岩石，它也有一个名字，叫做砾岩。这就叫砾岩，这叫做由砾石固结而成的岩石，现在最终叫砾岩。然后单拿出它来啊，那这单拿出它来以后，它的岩石的名字呢，它就不是砾岩了，它是一个砾石，是不是？这砾石它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我们需要观察它，观察里边的成分、结构、构造。您看一下啊，你能不能看一下？你先拿一个观察一个。结构。我这还有一个，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还有好多。其实这个上面我感觉是有一点花纹在的。纹路啊，实际是你可以从这个构造上看啊，结构构造，它可能是你看这个矿物，它有矿物的斑状结构，的斑晶呢是这个，你看有斑晶基质，就是它的结晶呢不是完全结晶，能看到吗？大家这个斑状结构就有这种白色的斑点儿，可以看到，能看到小的白色斑点，这个上面也有，那上面也有。就是坑坑洼洼吧，它一风化，它就变成坑坑洼洼的这个特点。整体是个圆的，圆的是后来的，当初肯定不是圆的。它里边结构它是斑状结构的，那斑状结构的需要它先掌握一些岩石的鉴定的规则才能知道什么岩石有斑状结构。当然是它这个是火成岩，在我们看来，它块状构造是一个火成岩。从这个颜色也是，你看这个颜色属于这种棕色，是吧？北京西山地区呢，我们跟这种岩石里边好像也有点气孔，是吧？气孔，所以它是火山岩。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认为出去之后见到所有有气孔的岩石都是火山岩？对，都是火山岩，火山熔岩，而且是这个可以就曾经的熔岩，就是熔浆、岩浆、熔岩。那熔岩来自哪儿？来自火山，有火山。火山是什么火山？咱们这个地区火山有一个特点，它都是一个一点喷发的。就这个地方也是有中心是就是曾经不是它这儿不是这块石头，它来自火山。火山之后，它来自火山呢，通过河流把它搬到这儿来的。我们这块是个低的地方，那火山是高的地方，是不是？它从高的地方搬到我这个地方了，然后沉积到这里，形成了这套砾岩。那火山那个地方呢，它是什么样的火山呢？是冰岛那样的火山，还是日本那边富士山那样的火山呢？
那你就需要掌握一些，就是2亿年以来的这个地质历史了。那咱们这个地方的背景呢是活动大陆边缘，所以始终是活动大陆边缘，所以这个火山的类型它也是跟日本那儿，或者跟安第斯山那块儿类似，它也是一点喷发，就是相当于什么有这火山锥的带火山锥的这种火山，咱们这儿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火山的话，它是什么样的火山？我们这儿这种岩石叫什么名字呢？跟它叫做安山岩。安山岩，安山岩，这个名字就是安第斯山的意思，安第斯山的意思，安山岩，就是来自那种类似安山岩的那种火山喷发，啊，那种岩浆，然后从那个高山上把它通过流水的作用，在白垩纪啊，通过流水的作用。那这个什么时代的呢？这个安山岩，在咱们区域上研究认为它是侏罗纪的火山岩。有恐龙的时期。侏罗纪的火山岩在白垩纪的时候呢，被剥蚀到，并且沉积到我们这块儿，沉积到我们这里。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岩石有可能恐龙都见过它们。我们这里是哪里？也是驼里，叫驼里镇，现在叫驼里镇。所以把这套砾石层呢，这套包括这个沙层这个序列，从沉积学的角度、沉积填土的角度，把这套单元命名为驼里组。这套命名为驼里组，它就有一大片，在本地区形成什么地貌啊？形成这个丘陵地貌。它风化以后形成丘陵地貌在地表，然后它这个丘陵这套岩石跟我们那个山上的那个岩石不一样，地面那个山上你可以翻过来，扭过去啊。就西边的山上的岩石呢，你看西边那山上的岩石，我们都跑过，跟这脚下的岩石就不一样，不是一种类型了。那种岩石是更老的，16亿年前的岩石。咱们脚下这儿呢是1亿年前的岩石，就1亿年前我们脚下，换句话说是一个盆地，从高山上下来的，老的岩石。如果你再往百花山那边去的话，就有这套岩石了，侏罗纪的，能找到原地的。可以，我们之后可以给大家寻找一下。老师，您可以拿着地质锤给大家展示一下，您平时是怎么去挖到这些砾岩的吗？这个砾岩，你看，先找一下，你想观察哪种岩石，你想找哪种啊？找到那个砾石，看一下。在表面的岩石表面，我们都能够找到这种砾石。你看，比如这个吧，这个。你就需要费点劲了，有的撬一下。一般拿钢，如果有钢钎的话是更好。如果没有钢钎的话，你需要找到那个，我们打一下啊，这肯定能打下来。两边用力。感觉老师您没怎么使劲儿，它就松动了。是人家下一下力。很轻松，对不对？这就下来了吧？它里边的那个怎么是红色的？好，那这个是什么砾啊？这也算一个砾，但是它磨圆都很差，对不对？这是曾经的这个砂岩，就这个也是个砂岩。就这里面的砾，它可能来自原来的沉积岩，原来就是沉积岩，它又变成了沉积岩。那这个可能是就跟那个就更早一点的这个砂岩。这种砂岩。有朋友问说，今天我们有岩石标本或者化石奖品吗？是有的，我们张老师给大家带了，我们稍等，等一会儿给大家抽奖啊。对，可以看一下。然后这是沉积岩，沉积岩你细看的话，这里边这个碎屑有很多小也是磨圆过的，沉积岩经历过磨圆这种砾石，这种砾很圆。这是个你看你观察的时候要找新鲜面。我这就是个新鲜面，这有一个新鲜面。你看，比如这个是风化面，风化面就不好看了，就要看新鲜面，看它的那个里边内部它的是这种碎屑结构的，含粒碎屑，所以这本身也是一种新鲜面是褐色的。好，根据颜色呢，有时候可以判断一下，就是它原来的那个环境，
形成的环境。你看我们这刚才他说了啊，他是这个有一说是什么红色的，是吧？对，里面的那个看到的沙是红色的啊，跟我们整体的这个颜色差不多，都是红色的。这个红色说明是陆相的，陆地相，就形成于陆地上面，因为陆地上面有氧气，如果有铁的话，它就会发生褐铁矿化。刚才我们也看到了那个岩石表面有褐铁矿化，就是它作为交接物，砾石与砾石之间的交接物，交接到一起，跟那个粘到一起似的，粘到一起。当然这个粘合力不是很大，不然的话我也不那么容易取下来这个砾石，是吧？你还可以，我们可以再找一下，这砾石的种类不是完全都是那一种。刚才我们找到一种沉积砾，是吧？沉积岩之前就它那个砾石上面，它就起源于沉积岩有一种，还有一种刚才起源于那种火山岩，是吧？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呢？我们可以再找一下。看这还有一种白色的砾石，白色的砾石也有。老师现在又在给大家寻找啊。这是一个白色的砾石。你看这个砾石是什么？就完全不同，白色吧，就肉红色或者叫做肉红色的。它是个什么岩石呢？它原来大家可以猜一下啊。这个很难说了，这个就是说不它。这可能是碳酸盐盐类的，原来碳酸盐盐类的形成的，它磨圆非常好，有磨圆度。我拿下了一半，另外一半就碎在里边了，就是说它的那个硬度很小。方解石的可能知道，它小刀是能刻动的，小刀能刻动。一般来说，如果刻不动，你反过来刻一下，能不能刻动你的地质锤？哇，我看到了，已经。你能刻动是吧？地质锤上面已经有痕迹了。有没有痕迹？你看，反过来刻一下。这地质锤是钢铁，对不对？它如果能刻动地质锤，说明里边含什么？含石英。这个岩石里面含石英，是吧？能刻动。哦。然后你要。石英是很硬度啊，石英的硬度是7。这个像我们这钢铁一般是5左右。钢铁竟然是5。5左右。方解石的话呢，一般是小于5的。这个应该是比较硬的啊。我这样刻画它，我就刻画不动，所以它有点规划。目前有点规划。它在我们了解的这个大理岩里面啊，大理岩也很容易发生规划。这原岩可能是碳酸盐，但是它经历了规划作用。哇，大家看到没有？张老师随便轻轻的一敲，它就全都碎掉了。这个就比较硬了。我可以再看一个这个啊。这种颜色偏白的里面都会有碳酸钙的成分是吗？那可不一定。你可以刻画一下，你看这个完全刻不动。我使劲刻，能刻动吗？刻不动。没有印记。对。说明它的主要成分肯定是大于我硬度比我这个地质锤还大，大于5的。你看完全刻不动，说明它是硅质的。硅质的，你看它里边都有裂缝吧，都已经裂了。裂缝，这种剪切裂缝。您这块跟我这随便剪的这块，感觉还挺像的。是吗？是吗？就二氧化硅就石英含量比较多。你这个已经粘土化了，粘土就是说变成土了。对，变成土了，就它石变了，蜕变质了。发生蜕变质了。它为什么会蜕变？就它里边含有长石，长石呢是可以变成高岭土，或者是其他的粘土矿物。粘土矿物非常软。长石就是一种石头是吗？就是风化了。换句话说，它风化了。你那块岩石风化了，这里边也有好多风化了的。有朋友问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太行山北段，如果会下大雨的话，会发生泥石流吗？泥石流啊，咱们这边当然有可能，但是有的地方是有可能的泥石流。这个地方是有可能是吧？咱们这块
泥石流不是那么不容易，不是很容易。但是个别砾石它因为它都已经固结了，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好多已经风化了。你看，打的话都不是很容易，也能打下来，但是你必须得打一下。可以。泥石流的话，这它已经固结了，它这个，所以它不会有这种岩石，它不会有。这个应该会比您的地质锤的硬度要硬一些吧？这个感觉您刚才敲的时候，其实它还挺坚硬的。嗯，对，都是比较硬的，还是比较硬的。所以这个砾岩刻划不动。哦，有人问老师是谁呀？我们今天请到的老师呢，是中国地质大学的地质学专业的张宏元老师。老师在他的百宝箱里面开始给大家寻找教具了，是吗，张老师？对，我找个工具啊，找个专门的工具，好，给大家看一下。哎，一般你真拿一个刀子来刻一下，小刀给大家划一下，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知道，确实刻不动。连小刀都刻不动，光地质锤的话还不行。但是地质锤跟小刀的这个它比较锐利哦，完全刻不动，说硬度就是肯定是大于小刀的，就是说，大于5，大于5，说明石英的含量可能比较高，或者是二氧化硅的含量，这没有风化，没怎么风化。它砾石呢就被这个地层给保护起来了，被周围的那个交接物给保护起来了。砾石经过了就是流水的这个机械磨蚀作用，所以变成了浑圆状。这是水成的，这是一套水成岩，最终是一套水成岩。跟水成岩对应的就是火成岩。这在我们地质上叫做建造，相当于我们建设房子用的那砖，相当于。那这个建造呢是一套成层的岩石，刚才我们看了是一套成层的。对，因为那怎么知道是成层的呢？你光看这儿，你可能看不出来，跟这儿就看出来了，它有这个砾序。砾序，你看这个方向上砾级差不多，没变化吧？没怎么变化。但是往这个方向上就有变化，从下往上啊，从这儿它有变化，从粗到细渐变。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就是它是一套正常的岩层。就我这一套岩层，它是正常的岩层。当初就是我相当于脚在下啊，头在上。当初就是脚在下，头在上，它也没有经过构造运动，也没有使它那个反转过来。但是通过构造运动呢，使这个地层呢由水平岩层变成了倾斜岩层。现在它是一套倾斜岩层，倾斜了。倾斜的话呢，怎么知道它有多倾斜呀？朝哪个方向倾斜？就不知道大家想不想了解？不知道大家想不想了解？这个面啊，你刚才大家对这个面都比较感兴趣，咱们可以看一看。我这还带了这个罗盘。如果你想了解刚才那里边的矿物学的话，还需要你有这种放大镜。放大镜，我这放大镜能发光的啊，能发光的这种放大镜，就是有时候通过它的光泽来研究矿物。所以你认为它是有矿物组成的话，就需要买一个这样的放大镜随身备一下，这样看一下内部的真正的矿物组成。大概用我这个姿势啊，大概必须得用我这个姿势。就是方法就是你把这个放大镜，这是宝玉石放大镜，放在我们的眼前晃动标本。这放大镜不动，主要让标本动。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内部的矿物组成了。完，这我看着全是石英，几乎。有观众说：“给我看看。”几乎全是石英。你先把这个姿势学会。回去买个放大镜，先把这个姿势学会。老师说，先学老师姿势啊。就这个姿势啊，就是这一只手拿标本，另外一只手拿这个放大镜，左眼右眼都可以啊，一只眼睛看。好。然后的话，最后把这光打开，
多少钱？没有，你从网上随便淘宝上随便买的就可以了，价格就是几十块钱吧，不到50应该就能买到。你从这样就可以鉴定矿物了。一般石英有什么特点呢？为什么要打开光呢？石英的光泽在这里面，石英是塌形的，它们是这圆球状的，它的光泽呢是油脂状光泽，油脂，你能看到油脂状光泽，就是说明含石英含量，这个石英含量很高的，几乎全是石英，所以它很硬。能用这个嗯看到吗？嗯，手机啊，手机的话比较弱，感觉手机比较弱。给大家试一下吧。手机不好看。在您的那个放大镜下面看。对对对，我们手机那够呛，那够呛。放大镜不一定能看出来。不一定能行。能看到吗？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啊。你看你有光跟无光有不一样，这是无光的状态。然后你把这开关跟手电筒其他光也行，手机的光也可以算，必须有光线，然后再晃动一下。等会儿我们看这里面能不能找到比较大的其他的矿物，这可能比较难，在这儿。那我们可以去那边带大家看一下。然后你看这沙的话，也可以用放大镜看，沙粒因为比较细，是吧？比较小，所以也可以用放大镜来看。就是比如这个岩石拿不起来怎么办？那就得趴在上面，不要嫌脏。张老师为了给大家看，把眼镜都摘了啊。那就把这样来好一点，就这么来看。你看这沙的话，它有这沙粒啊，你能看到沙粒。这个沙粒呢，它可能有的是相当于跟这个砾石差不多，相当于岩石的粒。有的呢是矿物的粒，就直接它就本身就是一个矿物颗粒，所以这矿物颗粒的话，你就可以通过放大镜能够给它识别出来。老师，您这个放大镜是多少倍的？我这个10倍吧，10倍左右，一般都是10倍，到也有30。老师手里拿的是什么？老师手里拿的是一个放大镜啊，地质的放大镜。有人问这里边能看到金子吗？老师，有金矿吗？你要说绝对没有，这是不可能的。哎，有机会，朋友们。这里人看矿物就特别好，像那个小的那个石英沙粒就非常容易看出来，能用放大镜。这石英沙粒本身都是圆的。我看一下，张老师，这个倍数，自己买的倍数一般高一点，比较大。哇，圆球状的放大镜，确实是可以放大，然后还很清晰。大家可以去买一个这个。然后你再发光的话，就能看到光泽了。石英它是半透明烟灰色，油脂状光泽，浑圆状，它也被这抛光成小圆球了，现在跟这差不多。只不过是很小。就是矿物的。就这个砂岩里面的吧，砂岩里边这个石英的含量相当高，超过50%以上，肯定50%以上都是石英。就这个。张老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边转场边给大家做一个抽奖的类似的，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的现象。还有呢？在后面呢。在后面呢。好，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张老师今天拿了不少的宝贝，可以一一的给大家展示。等会儿。今天就是专业的地质人的这个装备啊，张老师拿了这个登山杖、地质锤，还有他的登山包。我这个点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没给大家看呢。张老师要给大家一定要看完，好不好？你看，我们刚才说有个层状的岩层啊，就是这个方向，这个岩层是这个方向的，包括这个砾基层里也是这个方向的。但这套面，这个面呢已经被错断了，被这个面给错断了。那这个面叫什么面呢？大家说。应该听说过吧？这个面，你说一下什么面？老师刚才有说，就这个面不连续了。一开始就是这个，你看这种地层不是连续的吗？我刚才说这个砾基层里嘛，它连续的。你在这离近了也能看，离近看个具体的也行。你看啊，看具体的。刚才我们说这个，你看这不是这个方向都是
粗细差不多嘛，但这个方向就不一样了吧？有朋友说结构面，你看这不是断开层面，断开了啊，断层面是对的，断层面是对的啊。就这种都属于断层面，小断层面，这个啊都属于小断层面，这也是断层面。好，你下面你可以把镜头弄过来，看一下这个面啊，就这个侧面，这个侧面就是个断层面，拉近一点镜头就可以。这就是断层。断层面上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机械擦痕，就这个你可以看到我这画的这个方向，机械擦痕，就这个面它属于一个断层面。断层面就把这个地层给这里砾石层啊都被这个断层面切断了，错断了。这个断层面它是个压性的压性面，沿着断层面有滑动，所以留下了这个擦痕。这个擦痕的就标志着这个沿着这个断层面有明显的滑移，所以叫断层。为什么叫断层？而且是什么断层啊？你看这个滑移线呢，它是水平的，所以这个断层面又非常陡立，因此这个部位啊，就这一段啊，这一片这个断层面，它属于在我这个角度来看啊，它是什么断层面呀？它可能是走滑断层。什么？走向滑动。走向滑动断层。这个走向滑动就是它就是线里是平的，水平状态。有人问成因是什么呢？成因就是它这个属于地震成因。地震形成的。地震，因为地震作用形成的。就它本身断裂了，脆性破坏，所以它是我们看的这里边大部分都是脆性破坏。这个就是压性面，里边水通不过去，它相当于隔水。等会儿我们再看另外一种张性面。好，这个先到这儿吧。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国国家地理山河四季直播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太行山北段，然后具体的位置呢其实是在北京房山区的大石河附近。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中国地质大学的实习基地，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老师，给大家请到的稻壳家族的成员呢是我们中国地质大学的张宏元老师。今天张宏元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给大家去介绍我们的各种地质构造，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岩石的辨认。就刚才我们就从这个点我们再相当于小结一下，我们就转场了，转到别的地方去了，看到了这个沉积岩层，因为沉积作用形成的沉积岩层。沉积岩层也就是对应的就是沉积岩，有两种，一种是砾岩，一种是里边的砂岩，以2毫米为界。小于2毫米，平均都小于2毫米，就是砂岩，就是砂。这砂岩层呢就比较薄的，咱们这儿啊就是夹层，砾石层呢非常厚，所以你必须通过这个夹层薄层才能知道它是沉积岩，有成层的。但是这个成层性呢又被断层给破坏了，所以让大家又看了一下断层面。断层面上的现象也看到了，有擦痕，说明有明显的滑动，而且擦痕是近水平的，所以是走向滑动。好。咱们下面再换一个地方看类似的现象，跟着张老师，但是稍稍有所不同。张老师，我们现在来一波抽奖给大家，好不好？行。今天呢，张老师也给大家准备了奖品，就是我手里的这个岩石。张老师，这个是什么岩石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可以边走边给大家介绍。这个岩石，它应该是这种粉砂岩，红色的这种粉砂岩。粉砂岩。但我看它是红色的。是红色的。粉砂岩说明是经历过氧化经历过氧化作用。它为什么是一个细的线状的吧？对，它有这个整体像铅笔，就是铅笔，我们跟它叫铅笔劈里或铅笔构造。它是由两组面啊围线而成的。一组面通常是这个这个你看半风化的面。一组面是另外呢另外一组一般是这个新线面。这两组面呢是它那个就是围线出来的这样一个状态，就像四棱柱差不多，在这个标本，有的时候也是不一定是非得那么标准，这个正好是比较标准。它这个同时有在一定的温度和构造应力作用下形成的。这个，
有一定变质，岩石有一定变质。我们就把这个岩石来送给大家。这样吧，老师，我们的送礼的规则是这样：您给大家出一道题，可以是刚才您讲过的，或者是一个新的一个关于我们地理的题目。然后呢，我们来进行截图抽奖的仪式。就是这个截图呢，我需要2个平台共同截图。可以啊。然后我们每个平台送出1个，好吧？然后截图，我截到图的第1位的中奖的观众就是我们的幸运观众了。就刚才好，我们出一个题目，比如说刚才我们这套这个陀里佐，这套砾岩层，还有这个加沙层啊，这套砾岩，这套加沙岩这个组，它形成的地貌是什么地貌？刚才我们看到的加砂岩的这一组是什么地貌？这个地貌可以给大家扫一下，问问大家这个是什么地貌？当然，我们刚才说了，你可以是不是提供点答案呢？给他们有人选项可以1和2。1和2，第一是山地，第2是丘陵。第一是山地，第2是丘陵。选1。大家可以选山地的扣1，选丘陵的扣2。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刷屏了，山地或丘陵。这个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是吗？因为老师刚才有讲过。好多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刷屏了啊。山地还是丘陵？我们来给大家截个图。还是平原，再有就是好，老师可以公布答案了。应该是丘陵，它是山地和那个平原过渡地带。丘陵的话，那我们选2的观众都是答对了的。现在要看我的截图，我这个平台里面答对的第1位是 LK。然后另外一个平台答对的第1个是用户751571933526，恭喜这2位幸运观众，然后可以收到我们的老师珍藏版的这个岩石啊，大家拿回去其实做摆件也非常的好看的，它硬度其实还蛮高的，我手里面握起来。然后呢，大家中奖的这2位观众呢，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回复山河四季来获取中奖的一个方法。好，老师，我们北京猿人，龙骨山的猿人有可能用过它，有可能用过这一类吧，用它来砸东西是吗？对，创造发明。有没有可能是周口店的我们的北京人老祖先来用过的？这个倒不是，他们肯定用过类似的，岩性的再硬一点就好了。这个的话，它含石英的。也是比较硬的，这个要注意。我们现在正在沿着这个铁轨，要往旁边的大石河的河岸边走。对，你向两边看的话，也是向这边看的话，也是这套地层。好，这边老师说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地层，这个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刚才看的是另外一侧吧，现在是延伸过来，相当于地层延伸过来到这儿了，也是这套地层。你看，它也是有砾石层，这是砾石层，能看到滚圆的这种砾，它们交接到一起形成的这个砾石层，然后还有这个夹层，夹层比较薄，所以你看显得比较破碎。比较薄，这是砂岩层，这是砾岩层。你看这个突出的地方，这也是砂岩层是吧？这是个砂体，这砂体到这儿就歼灭了，没有了，延不过去了。也就是这里面这个砂体本身呢，它可能有一定规模啊，其他地方都是砾石层。砾石层一般是构成河床。一般在河床里面，这个砾石比较多，所以咱需要研究一下才能知道。我们旁边就是有一个河床，是吧，老师？旁边这个沙体是什么呀？沙体相当于可能是沙堤、河堤或河滩这样的。老师，旁边这个大石河，它是哪一条河的上游啊？属于海河的上游。海河的上游之一，上游之一。它不简单，现在你从这儿下去。好。你上次在这儿下来吗？没有是吗？
从这儿下，看来还得需要我带领一下。有人新进来，好多朋友来问我们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太行山的北段，其实是在北京的房山区大石河的附近。然后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中国地质大学的老师张宏远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地质勘探。好，我们一般到这儿之后，可以看一下这个沙层，具体看一下这个沙层上表面，这就是沙层的上表面。上表面你可以看到这个长成什么样，长成棋盘格式。对，是这个样子。老师如果用地质锤把它敲下来，它是一片一片的。啊，这是棋盘格式的，就是它有这种特点。你看，棋盘格式，棋盘格式怎么形成棋盘格式的呢？为什么会有棋盘格式啊？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会有棋盘格式？就这个棋盘格式，有两组啊，这个这么一道啊，还有这么一道。它共同构成切出来的小方块是吧？就像棋盘一样，棋盘格。为什么会有这样？啊，你这需要是地震没错，但是呢，它也有一个受力的这个方向问题。就这个沉积岩层，它这个岩层面嘛，一开始是水平的，在变成这个倾斜的过程中，它就会需要顺指层面发生受力。顺指层面受力的时候，产生两组剪切破裂面，就会产生两组剪切破裂面，这两组剪切破裂面同时产生的，所以就切成块了吧。板块挤压，有朋友说啊，没到那一步，你就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吧？刚才你那就是泛泛而谈了，是不是？板块是岩石圈板块，是吧？岩石圈包括地壳和岩石圈地幔这两部分，这软流圈以上叫岩石圈。岩石圈又包括大陆岩石圈和大洋岩石圈。板块构造呢，说的是岩石圈板块的这个活动。岩石圈板块的什么活动呢？水平活动，在地球表面的这种迁移、漂移吧，或者碰撞，或者离散，或者是错位、擦肩而过，就这种是吧？那属于板块运动。但落实到我们具体的这种，它不是板块，它是地壳内部的这种岩石，地壳内部的地壳表面的岩石，这是沉积岩。沉积岩沉积在什么地方呢？一般沉积在有一个沉积场所，就是比较低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这河流，刚才说的这个大石河这看得非常清楚啊，扭头看一下，再看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大石河。再看一下我们这大石河，你看从山区啊出来以后，在这儿拐弯了，向下游流去，你看水流能看出来。那对岸的边坡都修过了，但这边能看出来是拐弯还是比较急的。大家能看到这个大拐弯比较急，所以这段河床呢，就是南北向这段河床就位于一条断裂带上面，这条断裂带就被称为新开口断裂。我们所在的位置叫新开口，普里镇新开口。新开口断裂，这个断裂呢叫性质呢是一个正断层，边控断层。换句话说，边控制谁呀？控制的就是我们这个球灵，这套球灵所对应的这套岩石，就是这套红色的砾石层，是沉积在这个沉积盆地的形成跟这个边控断层有关系。边控断层的下边是谁呀？边控断层下边就是那个高山，远处的高山。远处的高山呢，它的就是下盘。我们这是正断层，我们这一盘是往下降的，然后对边那个山呢相对隆起。那个山的话，它的年龄就非常，那里边也是沉积岩石的年龄可以达到16亿年，16亿。咱们这脚下的这套是1个亿，比较年轻，1亿年比较年轻。对于张老师来说，1亿年前的岩石也比较年轻。相对那套岩石是年轻的。好，刚才我们在这脚下就主要也认识一下这套夹层，就是沙层的这个上表面啊，上表面的长成了这种棋盘格式。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顺层挤压，然后产生了这个脆性破裂、脆性破坏。同时呢，它还有一种柔性破坏，柔性破坏就是掀起来了，就掀起来了。你看，所以看着这个面儿，它也不是起伏，也是起伏不定的，稍稍有点褶皱，就是这个稍稍有点褶皱。同时呢，有这个挤出这种现象，这叫挤出构造，挤出现象。
在这个当然这种破裂，你看这种破裂，它不光那2组，还有别的。除了这2组以外吧，还有其他的这种啊，你看夹角为锐夹角的，锐角知道吧？小于90度叫锐角，大于90叫钝角。你就看一下，它有这个锐角，就夹角不一样的。刚才那棋盘格的是夹角接近90，夹角接近90的话，就是偏就属于脆韧性过度的这种变形，脆塑性过度的变形。我们把变形分成2大类，一种是脆性的，一种是塑性的，还有就是脆塑性过度的。好，大家听说过这个地震是吧？震源，震源对应于我刚才说的这个这个脆性和韧性来说是在哪儿啊？你说你知道吗？震源对于我们的脆，我刚才说有一个脆性，有一个韧性，有个塑性嘛，脆性和塑性。震源相当于什么位置啊？脆性。震源相当于脆性和韧性和塑性之间那个过渡点上，相当于过渡点。就塑性的位置它有变形，但是无震；脆性的地方呢，它就有震。所以呢，脆塑性过渡点就叫震源点。震源点往上都是脆性的，一直到地表都有破坏，对我们人类都有可能会造成损害。就这种呢，我刚才说的这种啊，这种那个破裂面的这种，它都是有震，都变形非常快。就好比你看，像刀差不多吧，刀刃差不多，非常平整。这顺着这些面它有滑移，有滑动，而且这种滑动速度非常快，跟地震一样。就好比我们切菜的时候，咔嚓一刀这样的速度。张老师，在我们这个地方可能会有化石吗？化石，有朋友刚才咱们这个前人呢，就是1933年的时候，前人谢家荣先生在这儿研究过，地质学家，著名地质学家应该是，原来中科院院士，他在1933年在这儿研究过，把这儿命名为驼里组，就是他命名为驼里组。他发现里边有这个双壳类的化石。他就通过化石，然后认定这个属于白垩纪的早白垩世。双壳类的是什么意思？双壳就是两片的吧？这2片的话，相当于我们的手掌，比如说它是有一个角合的部位，它可以开合。同时，这个2个手掌是对称一边大，就是贝壳类的啊，2片一边大，这样。这种贝，跟现在的这差不多，跟现在的我们吃的那蛤差不多，是一样类似的。有那种，还有一些其他的植物类化石，它综合起来也可以给我们寻找一下一会儿。这里边咱们是不好鉴定的，而且砾石层里面往往它就被打碎了，因为水流速度非常快，有生物化石也就有不了了。要想找化石的话，一般是在这种沙层里边，沙层或者更细的地层里面能找到化石，因为它水流速度比较慢了，相当于在河堤上面。或者沙滩上面，那对面相当于对岸，相当于对岸是沉积区。好在什么的部位，比如现代的话，你要找沉积的话，你看我们这河流拐弯了吧？我们这一侧属于侵蚀部位，它留不下任何东西。对面的话是沉积区，沙层，或者是2元结构的，底下是砾石，上面是沙层，2元结构。你看这河床里全是砾石吧？对不对？河床里的砾石，它就是说它是。就河床的特点就是这样的，水流速度快，即使有生物也被冲走了，留不下任何东西。但是上边那沙丘里边就可以留下东西，考古也好啊，一般在那上面去考古去，也有古人类活动的这个场所。古人也知道建房子在哪儿建是吧？他不能在我们这边建，他必须在那边建，是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还没下去呢啊！不要担心啊，等会儿我们再来一轮抽奖的环节给大家。还没下去呢，走慢一点啊！这儿的这一层呢，
这一层也是又是一个夹层，这也是夹层，上面也可以看到这种棋盘格这个特点，说明是夹层的上表面，也能有的地方也能看到正立序、立序，就是上表面。这是为什么知道它是上表面？就是根据这个立序可以看出来。好，别往那边走啊，往这边走。摄影师小心啊！这个地方还是有点好，让你陡。看一大奇观。好，现在你再看的话，朝那个方向看，岩层是倾斜的，看到了吗？这个岩层就是倾斜的了。你必须不要从那儿看，你在这边，在这儿。从那儿往这边看，岩层是倾斜的，对吧？可以看出来。这个是个夹层，这是夹层，这是砾石层。夹层是什么呀？夹层是含砾沙，含砾粗沙。然后到上面，因为这是砾石层，所以我们根据这个界面就可以知道它是岩层是倾斜的，岩层是倾斜的。那刚才我们为什么没看出来岩层是倾斜的呢？现在为什么看出来岩层是倾斜的？苏轼有一句诗叫什么？题其邻壁，能会背吗？只缘身在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你刚才是朝这个方向看的，对不对？现在你从那个角度朝这个方向看的，这叫什么意思呢？我这个方向呢是岩层的走向，这叫岩层是倾斜的，对不对？倾斜的，我拿水平面跟它这个倾斜面一相交的话，有一个交线，这个交线就是这个方向的，水平的。那你那个方向相当于垂直于我这个交线方向，所以看到的这个角度，这个线呢叫什么？叫做倾斜线。水平面上那个线叫倾向线，所以倾斜线、倾向线有夹角，这个夹角叫岩层的倾角。这真倾角就被你看到了，真倾角永远大于视倾角。如果这么看的话，是个视倾角，视倾角等于0。对，那要视倾角，那到时就是变成真倾角了。所以我们要表示岩层的产状，都是用真倾角，拿罗盘量真倾角，就是把这个，也就是把这个线啊，跟这个，把这个倾斜线跟这个倾向线夹角，把它量出来。通过那个我们这罗盘都能量出来。罗盘的讲解咱们这儿别讲解了吧，复杂了就。哎，你在这看啊，这儿看这个斑状结构，这砾石斑状结构是不是很明显啊？对，这个白色的小点斑状结构很明显，同时里边可能有气孔，也是火山岩。这是个火山岩，就是非常浅的火山岩才有这种斑状结构，就是斑晶，你可以看到非常白色的，可能是斜长石，然后这里是基质呢是隐晶质，基质看不清楚，不知道什么矿物，得用显微镜才能看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属于斑状结构的，一般属于浅层或者是喷出岩，喷出到地表的熔岩，它就是结晶速度非常快。我看到一个冷凝速度非常快，它应该也是啊。这个在这个表面，你看这个火山，你比如气孔的时候要注意，你还需要多对比对比，未必准是吧？未必准。你看这块啊，我们看这块啊，这块砾石。这颗砾石就不一样了，它是成层的，就这颗砾石是成层的。我这么来看吧，这颗砾石是成层的，能看出来吧？这整个是这个砾石成层的，什么意思？它就是曾经的这个可能是硅质岩，这个有一层这个硅质层，就成层性很好，可能原来是硅质岩，或者硅化的。沉积岩，这原岩它就是沉积岩。这个张老师，还有人真问罗盘怎么用啊？这罗盘怎么用？
那咱试一下呗，一会儿。您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一般的话，在这儿快速上手，在那儿会让学生那个量一下，因为咱们这只是看一下吧。把罗盘拿出来啊。好多刚才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在问张老师啊，张老师是我们中国地质大学的副教授，来专门给大家讲解地质学科普。对，这是我们这个一个观察点，就是一个经常来的地方啊。这是罗盘，罗盘的话一般分这个上盖还有这个底座是吧？底盘，这叫底盘。底盘上面这儿有一个指针，这个长针，这做山板也好，我们你就可以叫长针。这儿还有一个短针是吧？都是用照准用的，也可以叫照准器。然后你看这个上边这个里面有个镜片，镜片有个中分，有中线。这个中线呢，正好和我这个尖呢，这两个指尖呢是在一条线上啊。同时上盖里面还有一个孔，是不是？能看到一个孔，这个孔是相当于你如果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看远处的物体，看远处的物体，透过它这个一孔之间看得比较准，能看见这个，它就能看见这个尖儿，通过它。如果看到对面这个尖儿的话，说明你对的就比较正，对准用的。然后这个楼盘呢，我们先介绍这个结构啊。这个楼盘有好多荷叶，这儿有一个荷叶是吧？它可以这样转，是这个小针转。这儿还有一个荷叶连接上下盖，这儿还有一个荷叶连接这个长针啊，长针，然后这儿还有一个荷叶，一共4个荷叶。这4个荷叶它是平行的。而这个楼盘的设计啊，这个方向呢也是有一条线，对不对？侧面这个侧面和我这个中线是和我这中线是平行的，中线2个侧面平行。所以我要测这个倾角的时候，我一般拿这儿倚着那个面儿，倚着面上某条线，实际你就相当于测的是这个线是吧？测的这个线的产状，平行的平行关系。有时候呢，我这样以这个地方倚住这个层面，倚住层面的话，我这个长针所指的方向是什么方向？我们这找个地方测一下啊。好，比如说这个面，这个面相对平整，你这必须找一个相对平整的面。这个面正好也是代表这个层里面，我可以把它放在上面，用这个上盖。你首先要知道这个你要测的是什么，你再测，否则的话你就白测了。这是个平面，平面的话上面有一条线啊，这个刚才我说拿这个倾斜的平面跟水平面一相交的话，就是走向线，是吧？刚才说过了，在我这倾斜平面内跟这个走向线垂直的这条线啊，这条线叫做倾斜线。倾斜线，那我现在让这个罗盘，比如我想测倾角，那你让我这个侧线呢跟我这个倾斜线平行就行了，贴紧。然后我这后面有一个扳手，扳手这上面有一个长柱状的指针。好，现在我翻一下才能得，让这个长柱状指针上面有个长柱状的一个有个气泡在里边，长柱状的这个水准器，水准器里有个水泡，让它那个居中。好，现在已经集中了吧？能照到水泡吗？应该能吧？可以，就是那个黄色的地方。居中了以后呢，你读一下那个40，相当于40度，你可以读到一个40。那这个40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岩层的倾角，就是40。为什么是40？它就是40度就是这个倾角，这个读数啊。就相当于我这个倾角是什么意思？相当于我这个线跟水平上的那个倾向线的夹角，就是这个岩层的倾角，就把面的问题转化为线的问题。倾角，那倾向呢？倾向相当于我这个上面，比如放一个球吧，它会往那边滚，对不对？在水平面上，到了水平面它也会往那边滚，那个射线方向就叫做倾向。那我那个方向是什么向？那叫导向。你看我这个柱子它往那边倒了，那叫导向。倾向就是跟导向相反，所以倾向的话，我让我这个长针，我这样来放这个罗盘啊，这个镜片呢，就贴紧这个被测的这个面，长针指向这个倾向方向。好，下面我们让这个水平，这上面还有一个水平圆气泡。通常来说，如果这个
底面是平的话，这个圆气泡应该在居中的这个圆形水枕器的这个中间也有个气泡，让它居中。居中以后，在我这里呢，读北针，在这个时候读北针就是圆点那个针，白色圆点那个针，不绑藤丝那个针，285度，对不对？指向285、285。好，我们现在就可以收起来了。285，也就是倾向方位，就那个方向，就我这个面呢，朝那个方向倾斜，285度。285，我们知道270度是西，对不对？相当于西在向北转那个15度，怎么样？顺时针转15度啊，西再转15度，得到285度，就是大致向西倾，在咱们这儿，倾角是40度，中等倾角。就是这个面的产状了，倾向和倾角我们就都获得了，用这个参数来表示这个它的产状。有朋友说讲的好细，还回去的知识又想起来了。啊，是吗？嗯，还真有知道的啊。应该看我们直播的有很多朋友都是地质学专业的。嗯，好，你还可以，咱们就到这儿吧。这个产状就聊那么多。可以等会儿再说吧。这儿还有一个可以观察岩层产状的地方。你看这个夹层啊，你在这儿往那儿照一下，往那儿照一下。照一下的话，那夹层能看出来吧？河床里也有夹层，这两个夹层是可以连到一起。我们脚下这儿被河给冲刷了，给侵蚀了。能看出来吗？掏空了。好，咱们这是一个崖，是不是？所谓的崖是不是这样子？嗯，像。什么叫崖呀？你看上面是它突出了，是吧？底下那个凹下去了，凹回去，这叫悬崖，这个就叫悬崖，这样的崖。河流侵蚀部位使这里形成了一个悬崖地貌。悬崖地貌的，你看这边的话呢？这是个夹层，下去之后，它可能跟那一层就对应，是吧？跟我这一层，是不是一层啊？这是同样的一层，就从那儿下来之后应该连到我这儿，中间这一部分呢，在空中呢，被河流给冲走了，变成了可能冲到渤海里边去了，变成了泥沙。所以这个可以把它用虚线，如果我们做一个素描图的话。一般搞地质的时候喜欢做素描图，做一个素描图，从河床过来之后，把这个悬崖给它画出来，然后把这个我想研究这个标志层，这个是标志层，夹层是标志层，就用虚线连接这儿，虚线相当于你把这一层呢预测出来了，曾经它肯定有，是吧？这样子。我这段是不是曾经有一层？就这套层位曾经在我这儿曾经也有过，可以吧？这逻辑合理，这叫做逻辑性强，是吧？这中间我也有这套夹层，只是这套夹层被河流给冲刷掉了。这个就是合理的推测是可以的，就用虚线来给它推测出来，就曾经有过。曾经有过的话，那我这内部是不是也有这个层啊？你现在看的表面有这一层吧，这里边还能不能延伸过去？就这层物质，这层沙层肯定也能延伸过去。所以，比如说这个沙层是一个含金的一个层位，你就可以把它的那个体积给算出来，根据密度可以把这个重量给算出来，储量算出来了，就可以进行估算，就可以估算它的那个体积。根据好，在这儿的话呢，现象就多了，因为这个露头特别好，大家可以注意到，看得特别清楚。上面还掏空了很多洞，你看那掏了一个洞，这叫壁龛，是吧？掏进去了，这是一个壁龛，河流侵蚀部位啊，管涌嘛，可以叫管涌吧，是吧？哇，古代大家能看到吗？岩石内部的壁龛，钻进去了，河流钻进去的痕迹。对，我们他把那里边那个侵蚀掉了。为什么只钻了这一啊，不光这一个，那是一个，
这小的更多，还有这种一般是小的比较多。你看，把这砾石掉了就，砾石可以脱落，脱落以后你看留下了这个，你看这肯定是被砾石掉了以后，就像刚才我直接拿地质锤打的那个打掉的一样。这曾经有一个砾石，你看很深，这个给掉了，这也是。可能小动物在这里生活过。你要细看这儿也有砾序，下边粗上边细，正砾序，正常地层，代表正常地层，你能区分开这下边老上边新，下边老上边新。老师，为什么它们颜色不太一样？就下面就可能要颜色偏深一些。啊，下边被水浸过，可能含有机质，表面是风化面。新鲜的话，它就不是这样，新鲜的就是这种颜色了。这是它就这个被这个流水吧，里边又有机质。啊，这边都是这套，我们相当于沿着走向在观察，所以观察的现象有相似之处。张老师，有人开始 Q 我们送奖品了啊！这一轮我们再给大家来一轮奖品，好不好？行。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一轮张老师的私藏石头。这个是什么石头，张老师？啊，你可以看到矿物的这种印模，这里边有矿物。这个是矿物是吧？啊，这层面上面这个坯里面上能看到这矿物的印模。这是刚性矿物，它有一个就是它比较硬。这个锤向挤压的时候，周围是岩石比较软，这个矿物很硬，它相当于一个支柱一样，印模。如果你从侧面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好多层，你可以看到那个黑色矿物就能看到了。它是曾经的这个黄铁矿，现在褐铁矿化了，所以就是原来的光泽就没有了。本来是金黄色的，现在变成了黑色的了，是吧？两边有个白色的这种麦丝。叫压力影，压力影里边长的这个麦丝儿，所以整体这个构造呢，可以叫做压力影构造，或者叫应变影构造，压力影构造。好，所以今天给大家侧面有现象，给大家送出的就是这个上面也能看压力影构造的岩石。那我们依旧是2个平台，每个平台抽1位幸运观众。老师先给大家出个题。出个题是吧？我怎么出题？啊，比如说那河流，像咱们这拐弯的地方啊，在东侧是受剥蚀的部位，还是在西侧是受剥蚀的部位？咱们这儿河流东侧，说东还是西？咱们这儿是受剥蚀的部位，还是西侧是受剥蚀的部位？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啊，那边是西侧，那边是西侧，然后这边是东侧，有悬崖的地方是东侧。没有悬崖的地方是西侧。大家可以回复东或者西。好，我们很快的已经看到大家在刷屏了。我来截图。哎，老师，可以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了。我告诉他什么问题？你说一下。是东侧的部分，受到了剥蚀，还是西侧的部分受到了剥蚀？哎，对，东边的剥蚀是有悬崖的这边是剥蚀，显然是被剥蚀的。哎，看来大家回答的都很厉害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中奖的观众啊。这个平台的第1位叫香水雨，另外一个平台的第1位是，哎，好像又是你用户75157193352260。东边这边是一个悬崖，所以它肯定是被掏空了底下。我们这个获奖的观众依然是我们的老规矩啊，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山河四季"4个字，然后来获取我们的中奖的方式。对。好，这个里面你看也有这个夹层，这是夹层。这个面是个断面，断面这儿有看到的断面。刚才我们在上面看过断面吗？这儿也有断面，断层面。断层，这个也是地震的原因造成的吗？对，地震脆性破裂，脆性剪切。
老师，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会有没有上面坍塌下来的这个危险啊？这样，您看上，待会儿没有，下雨的时候不好说。就比较大的一些暴风雨的时候，可能。哎，对，为什么雨大了以后就会有危险呢？因为雨大了以后啊，相当于这个水是可以进到断层面里面去，会降低断层面上面的摩擦系数。同时呢，有流水的话，流水在进入断层面以后，流水有一个流水压力，流水压力也会降低断层面上的正应力，所以二者一结合的话呢，使这个断层容易活动。断层一容易活动就容易垮塌，下雨的时候容易滑坡。所以说，不下雨的话，相对还是安全的，摩擦系数没变，保持相对稳定。好比就建水库的时候，你也要注意，建水库之前跟建水库冲水之后，它这个也不一样，效果也冲水了以后，它有可能坍塌。就把它浸润了之后，它就物理性质就改变了，岩石的物理性质就改变了。好，咱们再看一下什么是砾，这个砾石都是磨圆的、浑圆的，说明是经历过流水的冲刷。这是砾石，磨圆度很好。砾石的种类啊，砾石是什么样的砾石，种类也不一样，各种。一般来说，不同的颜色，一种颜色就是一种岩性，有的是黑色的砾是吗？有的是红色的砾，有的是黄色的砾，颜色不一样，岩性也不一样。刚才还有朋友问说，太行山上的青色石头是什么石头？青色的石头，颜色是青色的。很多了，那有可能更多的是石灰岩，石灰岩颜色青色的比较多。石灰岩的话，你用加盐酸的话，会剧烈起泡，就相当于碳酸钙和盐酸反应，生成二氧化碳和氯化钙，是吧？哎，老师，这个地方好像化石啊，有没有？啊，这不大可能能看到这种化石现象。这属于风化，这个地方风化的现象，这是洞里面这个石头。那这个反正是一个那个壁龛，相当于是一个壁龛，可能是曾经一个砾石给掉了以后，它就钻进去，水就钻进去了。哦，是水流的作用。啊，水流作用，管涌，换句话说就是管涌。并不是。这种更细的都是这种，看都是这种风化，球形风化，跟洋葱一样，剥洋葱一样，是吧？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要看细了以后，我们学生一般不看这个，现在大家可以借助摄像头看得比较清楚，属于这种风化。大家能看得到吗？这个上面有这个痕迹啊，像洋葱一样是吧？对，剥出来的，那属于风化。风化是在原地发生的，像我们古水流上这个砾石，它都是异地的，它来自其他地方，不是本地形成的。就这个每个砾石都经历过一定距离的搬运，在咱们这儿这个砾石，但是搬运距离不是特别长，就是它形成这个砾的时候，它也是山区。这砾在这个河里运移的时候，这个河所在的位置也是山里边。就这个砾，我们现在也在山，当时也在山里边形成的这个砾，它水流速度相当快。所以有的也是火山岩的砾，这个就是火山岩的砾。刚才你看这个是吧？火山岩的斑状结构，它有可能有气孔，安山岩。就这个是安山岩，酱紫色的这个。酱紫色的。安山岩啊，它属于中性的火山岩，中性岩浆。安山岩呢是安第斯山的意思啊，那个安山就是安第斯山。它那背景就是大陆边缘湖，大陆边缘上面的火山。你像日本那边的火山，像那岛湖火山，咱们这是大陆边缘火山，说明在当时什么意思？当时我们这儿的背景相当于现在的安第斯山那儿的背景，1亿年前咱们脚下的1亿6千万年前，它形成1亿6千万年前。我们脚下的背景就相当于安第斯山那儿的背景，
也就是我们前面不远处就有一个海沟，我们前面不远处有一个海沟，在我们的脚下有这个火山喷发，跟日本现在不一样。所以在太行山的北段，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在1亿6千万年前既有海洋又有火山，就有火山，对，有海沟，有海沟，有火山。总体来说都是活动大陆边缘，跟现在一样。但是现在我们的大陆呢，这海沟向东撤了，撤到日本东边去了。当时就在我们前面，可能不远处。日本上面的属于我们华北的部分还在我们不远处。现在它日本海给拉开了，变远了，现在就。好，刚才说的是别的东西，大家可能不懂，但是这个就是水流冲刷的这种超的这个空洞啊，非常多，是不是？非常多。最好的在前面呢。最好的在前面。在这儿还有一个现象，就上边那块，它给钻到下边来了，是吧？那套岩性。稍微指一下啊，你看，这是沙层吧？它钻到了这个砾岩的中间的裂隙里面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可能这里边也有啊，这个里边也有，曾经长过树，还甚至树根也钻沿这个裂隙过来过。这个我们一般分析后认为它是这个砾石层被地震呢给震开了，然后上边那个沙体呢液化了，液化的沙体呢就钻到了这个裂隙里面去，形成了这种构造，这种管涌叫砂岩墙。砂岩墙构造，砂岩墙就像一堵墙一样。还有朋友问我们这边1亿6千万年前的火山是什么火山？这儿叫调积山组，这边调积山组火山，就是安山岩。还有说这个地方是地壳隆起来的吗？地壳就在表面上，是不是地壳隆起来了？地壳是吧？你的意思应该是软流圈是不是往上涌了？这么来说，有这个现象，就岩浆活动肯定是那个作用，深部来自深部。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这块的这个背景，如果从板块角度来说吧，板块是汇聚的背景，是一个汇聚碰撞这种背景。同时深部有岩浆活动往上涌，所以存在两种作用，一个是岩浆往上涌的作用，一种是水平的这种汇聚作用。当岩浆往上涌的这个作用强大的时候，它就会突破上边这个汇聚的这个作用，然后突出出来。但在这个突出出来的那个，它是有一个点，就像一个针眼一样，扎一个针眼出来了，然后喷出来的火山形成火山锥，这叫中心式喷发。这活动大陆边缘都是这种中心式喷发，就一个眼儿形式出来，一个火山口出来了。但火山口它也不是永远喷发，底下岩浆补给非常充足的时候才喷发，不充足的时候就不喷发，就恢复到关闭状态，是吧？而且火山口会往下塌陷，关闭状态。所以就是这样的特点。如果是离散板块边缘，像冰岛，它会形成大的裂隙。裂隙像那个泛滥一样，这个岩浆泛滥了，就是说这种流淌非常非常那个从容，就不会形成这种火山锥。所以咱们这儿的火山锥呢，这种安山岩它都带火山锥的安山岩，形成曾经有过火山锥，但是火山锥我们现在是看不见了，没有了。火山锥那里边被剥蚀掉的那个熔岩，跑到了我们的白垩系的砾石层里面来了，被河流搬运过来了。就河水有一个很强的搬运能力。你现在我们看河水里边，它也可以从上面搬运过来很多东西，特别是发洪水的时候，搬运的更厉害。还有朋友问说，老师，地心会有大量的黄金吗？黄金是吧？现在不清楚，地心一般是由铁和镍组成的，就像我们看的那个陨石有铁镍陨石，是这样的。金的话，可能就是它的原因呢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它最终的状态大家都清楚，有什么样的金应该在什么样的地方出现。一般是石英脉，石英脉里边出现金，那叫岩金。另外一个是在沙滩里面，沙子里面，沙滩里面会有金，叫沙金。这沙子里面淘沙是吧？可以淘出金来，沙子里面有时候有金，所以有两种成因，一种是这个石英脉的脉岩和石英脉，另外一种是沙金，松散的这个沙体里边会有。沙洲吧，换句话说，我们这像那在哪儿？我们这儿有没有可能出现那个沙金呢？如果出现沙金，可能出现在哪儿啊？有沙洲的地方，哪儿有沙洲啊？那边呗，那边，非波什部位，西侧是吧？河对岸啊，就沙洲里面，河对岸啊，沙洲的地方，或者江心洲也可以，它也才有可能有这个沙矿，就沙矿。就砂岩里面可能会有金，也是可以有。还有的朋友说这边火山都没有了呢，地球是不是变凉了？地球是吧？地球本身可以，它有个电磁感应是吧？它有，因为有地球的外核是液态的，地球的内核是固态的，还有电磁感应现象，它可以生热，本身。地球是个活动性很强的星球，它本身它是活动性很强。你要说太阳系的话，可能会总体来说是在降温，太阳在变大，是吧？太阳在变大，那个就不是我们这个问题了，跟我们这岩石不是一个主题，是吧？看这儿的话，上面那个夹层是吧？看就相对厚一些，就这个夹层是什么意思？就曾经的沙体就砂岩透镜体，这个夹层，它也是个倾斜的岩层。在我们这个角度看呢，就是貌似水平是吧？是不是貌似水平啊？其实它是这样倾斜的。老师，这个黑色的是什么？黑色它上面表面那黑色的是吧？对，它就是植被那个碳啊，相当于碳，或者是苔藓长的苔藓。现在它没有变绿，是因为它比较干燥。下雨的时候就变绿了，变成真正的苔藓。哦，它会变色啊，它是生物圈，那属于生物圈。有人问老师，石油为什么多在戈壁和沙漠？石油是吧？你可能你这巧合吧，就是说戈壁沙漠，实际上石油是产生于海洋里面多数，就洋己地质作用，提供一个生油窗，在一定的合适的温度压力下，然后在一个区间内才会生油，同时还得有有机质。在这个时候才会有。你比如说这个大西洋两岸在大西洋拉开的时候，它有一段时间离洋中脊是热的，底下有岩浆活动，它是热的，能使这个温度维持几千万年，所以它两岸它都会有石油。但是当洋中脊拉开的距离太长了，离大陆边缘远了以后，就停止生油，那所生成的油就是有一定量的了。比如说那个英国北边那个北海油田是吧？北海油田，它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美国的它那个墨西哥就是什么加勒比海沿岸是吧？也有石油，都是形成于洋中脊活动的早期，相当于如果洋盆拉得过大的话，就停止生油。南海也是一样，我们南海也有这洋脊，南海也曾经给我拉开过。洋脊也提供这个温度，所以它南海也有石油。日本海可能不知道啊，东海这边应该有，都类似的，跟这个它必须得有一定能量，使它那个有机质有的话才能够变成石油，储存下来。现在已经停止生油了，南海已经停止海底扩张了，没有了。它是个年轻夭折的洋盆。但是它属于欧亚板块的一部分，南海没有
这大西洋两岸也是2个板块，是不是？大西洋中脊这边呢属于像冰岛属于2个板块，冰岛包括美洲板块和欧亚板块齐墙齐在2个板块中间，它本身是大西洋中脊。冰岛是一个国家，再看一下地球仪就能找到那个国家，唯一在这个洋脊上的国家就是冰岛。冰岛那儿呢是离散板块边缘，它的火山呢是裂隙状火山，它不是那个火山锥，咱们这儿跟咱们这儿有点差别。咱们这儿的火山锥是这种那个中心式喷发的。好多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问我们这是在哪儿？我们现在是在太行山的北段，具体的位置呢是北京房山区的大石河的附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就在大石河的出口出山的位置，大石河出山位置，位于新开口，就这个大拐弯还大拐弯处，大石河急拐弯处。对，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中国地质大学的实习基地。它从那个出山之前呢是从西往东流，到这儿呢从北往南流，发生了转折。在这里发生了转折，所以我们在转折的这拐弯的外侧是一个被侵蚀的部位，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悬崖峭壁，悬崖峭壁上面呢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侵蚀的这个痕迹，特别是这里啊，我一般会带学生来这里，非常显著的这种壁龛。侵蚀的这个洞穴，对吧？都能看出来这个流水作用，侵蚀的，它起到一个掏空作用，在这边，因为水流过来之后，水大了以后，它直接就冲在这儿了，冲击在这个石壁上，直接冲击到石壁上，然后反射到往那边反射过去，所以这儿冲击力很大，冲击力非常大。冲击力大了以后，当然会，久而久之的话，当然会出现垮塌方面。所以在这样的地方工作的话，也要小心。如果上面掉石怎么办？对，给大家看一下上面，其实还挺危险的。掉石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你就得往这个底下去躲一下。不能往外跑，得往外跑。往外跑，你看这里边砾石河里边，这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哇，这么大啊！从上面掉下来的吧？往外跑被它砸中了就，有可能砸中了就，往里边可能是安全的，底下是有这个保护作用。所以提醒大家啊，在没有专业人士的带领之下，大家还是你看这上面的那个都是掉下来的，上面滑下来的。对，这是一个侵蚀部位，所以不能建房子，对不对？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建房子？古人就明白这个道理，肯定是。大家在野外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啊，非常重要的。好，咱们在这儿再细看一下这个岩石的类型。好，这儿有一块黄色的石头，小刀刻不动，我这也是铁的，也可以刻一下。地质锤也可以刻一。刻不动，完全刻不动，硬度很高。而且这个呢有一定的。你可以看出来，整体是黄色吧，但是通透性相对好一些，细腻，非常细腻。你这可能是有点像水晶了，老师。水晶比这个要纯净的多，它这就是也是石英含量非常高的，可以叫石英岩。硬度非常大。那跟这个岩石斑状结构的。还是斑状结构的，跟刚才看的差不多。鞍山质的，这个也是鞍山质的斑状结构的，大家看一下。这斑状结构的，我们管它叫做属于火山岩吧。火山岩是相当于火成岩，岩浆冷凝形成的。这个颗粒啊，岩浆冷凝形成的。那这个颗粒，这个圆球呢是经历了搬运。然后使它发生了这个原化，然后并且沉积到这里。那这个最终的沉积作用呢，是一种水成作用。
水成，最终落实到水成岩。这水成岩里边它有这个火成岩的这个组分，相当于火成岩的砾石。你要说谈这个砾石的，它就辈分很高，就是它就1.6亿年以上。而我这个沉积作用发生在时代呢，可能就在1亿年前吧，但是不超过1亿5千万年，这比它要晚。就先有这个砾石，然后再有这个它固积之后这个岩石，整个的就是一套砾岩。那除了这个火山岩以外，火山岩本身是可以里边有一些矿物呢，可以进行。火山岩它是岩浆冷凝形成的，它里边的矿物可以进行，有些矿物可以进行定年，确定它的年龄。火山岩浆活动它形成的这种岩石，它速度非常快，这个速度非常快，所以它形成斑状结构的。什么时候大家想一下，什么时候能快速的冷凝呢？岩浆在什么样的场所能够快速的冷凝？在深部还是浅部还是地表？哪个最快？地表。地表是最快的。对，深部可能有微压，然后深部冷凝的话呢，就没有气孔了，在一定微压下缓慢冷凝。深部的岩石、深部的岩浆岩没有气孔，比如说花岗岩里边有气孔吗？没有。没有。灰长岩没有，这个我说的可能大家不太清楚。橄榄岩没有气孔。但深部的岩石呢，晶体几乎全是由晶体组成的，而在浅部冷凝非常快的话，有的就来不及结晶，的话就形成玻璃质，所以这个斑状结构的那个里面斑与斑之间呢，你就看不清楚，对不对？不知道是什么，就是隐晶质的这种矿物质。斑晶本身呢是自行晶，就方方正正的，这跟我们的沙是有区别的。你看我们这沙都是圆形的吧？咱看一下，这个沙是圆形的，它是不是斑状结构呢？不能说是斑状结构啊，这个是斑状结构，因为那斑晶它是一个矿物，它是自行晶。这里边的这个沙体呢，沙粒呢，它本身都是经过磨圆状机械磨圆作用，是水成的。这个自行晶是方方正正的自行晶。就是天然形成的，刚出生的状态，没经过改造。那浑圆的这种呢，经历过流水的改造，不是当初的那种状态了，是吧？就好比有人变得圆滑了，小时候很单纯，一个道理。你看这个火成岩，这都是这样的。就是火成岩有水成岩，还有第3种岩石，这里还没说呢，就这种。包括这个啊，它旁边这个可能都是石英岩，它原来可能是石英脉或者什么石英岩。石英岩呢，我们刚才说那金矿呢，金的话它就在石英脉里面比较多。石英脉里面有黄铁矿，黄铁矿可以载金。石英呢，可能也对这个石英脉对金矿的提纯也很有意义。就石英脉原来是什么呢？石英脉是热水、热液，含矿的热液。然后再把这个拉张的这个破裂给充填了，形成的这种岩石。所以这种岩石的话，它是由热水，相当于热水形成的，它不是岩浆，这个不是岩浆，所以介于二者之间，这是一种，也介于岩浆岩和这个沉积岩之间。有朋友问下面这个底座是什么岩？这种是吧？这底座这是砂岩。是砂岩。砂岩的话，我如果趴在这儿看一下，拿放大镜能看到里边的沙粒。沙粒刚才说过了是吧？咱们再说一下，还用说吗？可以的，有很多新进我们。你看沙粒的话，它就有有这个碎屑，里边也有碎屑，有的碎屑就跟这类似。但是个体要小得多，叫做岩屑。还有一种碎屑呢，是由矿物，相当于矿物磨圆，把矿物给打磨出来了，像圆球状，一般都是石英多，所以这里边石英会多。就是我们这种沙是什么沙呀？是河沙。这种沙是河沙。河沙的特点就是说它分选性，就是所谓的彼此之间个体吧，大小差别很大。你可以来看一下，
有粗有细。你看河沙有粗有细，是不是？这个比较粗一点。还有含粒的情况。这是河沙。还有一种海沙，跟我们河沙有什么区别？这属于河沙，就是有粗有细。海沙应该都另外呢，另外啊，你看河沙里边这白色的白色的东西比较多。这白色的东西一般是长石，白色的东西多。海沙里边呢，这白色的东西少，它没有这个，没有长石。海沙就是几乎都是石英，所以我们跟海沙叫海沙，而且它这个颗粒力度比较接近。那个海沙跟河沙有什么区别？我们怎么去形容它？地质上有一个词儿叫成熟，海沙成熟，这个河沙呢不成熟，这个叫不成熟，不成熟的沙。不成熟的沙，白色颗粒比较多。就这里边白色的这个点儿是吧？你看它属于长石，它就是说还没有来得及那个把它筛选掉呢。另外分选性，就是这个粗细不一，里边还甚至有这个大的这个粒，比较大的粒，就这个粒啊，砾石的粒可以看到。另外，这个它就水动力条件非常强，水动力非常强。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问，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太行山北段，我们的北京的房山区，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石河的附近啊。对，你可以让他们看一下这个，我们下面看一下河床里边。好，我们去石壁就看到这儿了，看一下河床里边。有人问老师，能说一下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为什么石油非常的少？我不知道他说的那平原是指哪儿。东部山前平原，他说范围太窄了，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过，他可能有过，他只是被转移了。通过构造转移了。就比如在一些合适的构造部位可能会有发生转移，因为它被破坏了，好多都给破坏了。青藏高原还有过呢，它还抬高了，变成沥青了，后来不是石油了。好，我们往这边走去河床看一下。这水流还是挺大的。河床里边也是砾，看一下，也是砾岩。这是我们这个是见到了基岩了，这个彻底把底部给看到了，也是砾石。河床里边还可以看到个体非常大的砾，来看一看，这儿砾个体非常大。你看我这地质锤啊，这个砾就是个体就大了，比刚才我们看到的个体要大。这个砾呢，你看这个砾就是什么砾？这原来可能是沉积岩或者是火山碎屑，属于沉积岩原来，是吧？这个碎屑里边属于碎屑岩。这个呢，这个是什么？斑状结构的，这斑状结构的火山岩，这个就是安山岩。我们主要认岩石，认一下岩石。有人问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干涸的河床吗？对，这现在是不是没有河床没有完全干涸？你可以看一下流水。现在是枯水季节，再过2个月，到了暴雨季节就来了，河水会暴涨，会把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淹没，彻底淹没，甚至到电线杆那位置。会到那个电线杆的位置？完全可能，对，电线杆位置。2023年的大洪水就已经把这儿把那公路都给淹了，相当于到了上边了。洪水相当可怕，这儿。
啊，这儿的河床呢非常优美，景色还是非常优美的。拍一些那个，如果水多的时候非常好。秋冬季，现在是枯水季，春季是枯水季节，水非常宝贵。咱们可以再往这边走一走，把我们刚才看的现象再换一个位置看一下。这是白色的砾石，这个是吧？这个砾打下来就是没问题的，就打碎了。以我刚才的学习经验来说，它里面有碳酸钙，是吗？啊，可能是有那种东西，它本身也经历过风化，可能也经历过风化。你可以刻一下啊，翻过来刻一下，能不能刻动呢？好像是能刻动。可能还有一些钙质这种发白，就这个力，它跑到这儿来了，是不是？刚才跑在这儿沉进了。这是沙，这是含砾沙，相当于那一层砂岩。我刚才说的那个岩呢，就说的是岩石的岩，石是什么呀？石一般是说的是矿物，矿物跟管矿物叫石。对，盐和石。盐呢就是盐是由矿物组成的，矿物的集合体叫盐，叫盐和石是有区别的，岩石。哎，如果说把俩字连起来呢，就是英文叫 rock 是吧？对，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它是什么样的岩石类型，砂岩是吧？那个是砾岩，岩石类型。如果说里边的组成呢，可能像我们沉积岩是不是？它里边的组成可以是岩石，也可以是它可以是另外一种岩石的碎屑，也可以是一种矿物的碎屑，它都可以有。然后我们又研究这个砾石是吧？又研究了这个砾石研究方法，这样研究这个砾石，它的辈分更高，它来自于其他地方，通过水流作用把它搬到我们这里来，沉积到这儿了。它是有一个搬运的外来的，相当于搬运的距离，颗粒越细，搬运的距离呢一般来说越远。总体来说，你像我们这颗粒的话，像这种砾石的，有的地方砾石很大，说明那个砾石，你比如这个砾石吧，很大吧，离它的物源很近，说明一般来说离它的物源很近。同时大的同时呢，它的磨圆度就低了，不是很圆，说明来自附近。沉积在这条河的附近，当时，那有的就非常圆，非常细。那这个沙子来自哪儿呢？它来源比较远。哦，它的来源就比这个要远。从很远的地方冲过来，慢慢比较远，比较远呢，它就作为我们看我这两个粒怎么交接到一起的，被这个沙交接到了一起，叫沙质交接。沙可以把这两个粒交接到，把它给埋没了，是不是？交到一起。对。它这个沙体都已经固结了，都是固结的岩石，这叫沉积，固结成岩。沉积岩的话，一开始是松散沉积物，松散沉就像河里面有一些软泥是吧？松散沉积物经过压实作用，最后固结成岩。现在是已经固结成岩了。这个年代，所以只有年代非常长的时候才会发生，才会出现这个现象。就压的时间长了之后，固结成岩。固结成岩呢，它里边这个固结的原因呢，就是说有交结物交接到了一起，把沙给凝结到了一起，凝聚到一起了，有一种统一的这种作用。各种，咱们这儿的话，它如果是海里边的固结的话，有可能是化学的这种作用比较强。咱们这儿的化学作用比较弱。海里边可能有钙质交接是吧？硅质交接，咱们这儿主要是你看沙质交接，沙与沙质交接，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铁质交接，咱看到了，刚才看到铁质交接，可能有这些的类型，就把它这个交接到一起，
我们再打开看一下。这表面它都有这褐铁矿化。红色的。红色的褐铁矿化。褐铁矿有什么作用啊？防腐、消炎、防腐这个作用。这褐铁矿，细说矿的话，它肯定是矿物。它这个矿物呢，它不是褐铁矿呢，我现在说的这矿它不是晶体，它就是这个粉末，红色粉末一层，有防腐作用。古人早就发现了这个作用了，防腐作用。所以你看，人去世以后，经常用这个，表面是收集起来之后有防腐作用。就你看这里这表面也是，这发黄的这个都是褐铁矿化，有一层那个褐铁矿，也是一种矿物，氧化物，三氧化二铁是吧？三氧化二铁，如果四氧化三铁呢，就磁铁矿。四氧化三铁就是磁铁矿。磁铁矿的话呢，也有自行晶的磁铁矿。什么样的岩石里含有磁铁矿啊？一般有这种磁铁矿的那个石英脉可能会有磁铁矿，有黄铁矿有磁铁矿，或者磁黄铁矿。刚才说的那含金石英脉里边经常有这个磁铁矿，还有这个变质岩里面有时候会有斑点状磁铁矿，咱们这附近都有，都能看到。哎，老师，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再给大家回答一个，就是之前您跟我说过的那个，河北是怎么诞生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很多朋友们都很想知道，因为张老师有跟我们说，这个河北的诞生其实跟我们这个地方有很深的一个关系，是吗？好，我们大家可能都看过这个《封神榜》是吧？里边哪吒闹海，哪吒是在陈塘关是吧？据说呢，陈塘关就是现在的塘沽，天津。当时的黄河口就在那天津附近。商朝，说明商朝嘛，商纣。商朝的时候，黄河口就在天津附近。后来呢，这个随着治水的力度的加大，在战国时期条块分割，就修河堤嘛，修河堤就把这个河北这块河流给拦断了，反正就断了。断了以后，河流改道到主流呢，就往山东那边去了。东营，现在的东营那边。黄河入海口啊，所以严格的来说，我们这脚下呢也是黄河流域。我们的母亲河也是黄河本地。它位于河北。北京人的母亲河也是黄河。自从黄河改道以后，河北这块就得到了开发。原来的一些像白洋淀这样的湖泊非常多，现在由于屯湖那个开垦吧，绝大部分这个像白洋淀的这样的湖泊都已经被开垦掉了，形成了农田。为什么农田那么好呢？河流下游它沼泽地嘛，湖泊像沉积里边它有那个有机质，大家都听说过那个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吧？荆轲刺秦王所展现的地图就是我们附近的一个都抗泽，是吧？都抗泽，它当时可能是一个湖泊。像秦朝大将樊於期打了败仗不敢回去，被燕太子丹就藏在了那个湖边上。后来荆轲呢就以他的人头还有那片风景区啊，可以钓鱼、打雁什么的，说明当时还是水还是比较风光很优美。像现在的白洋淀一样，现在都没有了，是吧？都已经被开垦成农田了。正因为农业的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所以到了汉朝东汉光武帝的时候，这边就已经很厉害了。汉光武帝刘秀就调河北这边的部队，实现了统一，实现了国家统一，实现了这个汉朝的东汉的复兴。所以从东汉以后，河北就逐渐的发展的越来越快，农田越来越好，是吧？开垦的越来越多，物产越来越丰富。直到像那个金朝以后，都城就迁到了我们这边来了，河北这边，叫做燕京中都，是吧？到元朝叫大都，明朝北京是主要的首都，是吧？南京也是一个。
首都，北京也是首都，清朝就是京师就是北京了。所以随着这个京师的这个北京的首都的发展呢，河流不能对我们的首都造成威胁，所以就把我们这边的河流都全部让它改道向南。像永定河呢，本来向通州流动，不让它流动，不让它从穿城而过，要受到控制的，让从大兴那边，从这个南边固安这边流过去。而固安那边的河流呢，按照水经路来说，就永定河的下游吧，是曾经的我们脚下这条河的下游。这条河应该从那个固安那边流过去。既然永定河被这个清朝的康熙帝修了一下，是吧？那这条河就没地方可去了，就往南边就漫流了，相当于漫流，所以往南的就泛滥，把当时的很多的那个杜抗泽，包括杜抗泽在内吧，都已经被淤死了。淤死了，后来这个为什么后来又经过了疏通，清朝后期光绪年间经历了疏通呢就疏通了一条河叫大清河，小清河、大清河。所以造成了所以这边的水呢治理力度很大。到1986到2000年的话，我们这儿又修了一下这个卢沟桥水利枢纽，200年一遇。卢沟桥永定河水一大的话，我们这个水呢也是让它往南流，然后确保首都安全。就是说说了一下这个河流的变化。曾经的话，我们这边也应该算是黄河流域。现在的话，这个黄河河北的由来呢，就是黄河改道以后逐渐被开发的。国家的经济中心的文化中心的从西安那边逐渐就跑下来了。好，这么一个说法，我们不一定对啊，仅供参考。那个评论区有很多朋友特别的热情啊，有邀请您去他们那个地方做这个地质分析的，有张教授有空来河南省辉县的太行山看看，张教授有空来重庆三峡库区平岭谷来这边逛逛，可以没问题。之后呢，大家如果想让我们去到什么地方，其实都可以在后台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带着专家一起去到您那边，然后我们来现场去看。其实最后我特别想问张老师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您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很多朋友都在问说老师辛不辛苦啊，地质工作辛不辛苦？所以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在做地质勘探工作的时候，您觉得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对于您来说？这个的话，它也是比较辛苦的，应该来说，首先承认是辛苦的，比较辛苦的，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趁年轻是吧？趁年轻多爬山，上岁数就别少爬山，这样。趁年轻，然后年轻多爬山，多去做一些。爬山就要爬到山顶，下河就要下到河底。爬山就要爬到山顶，下河就要下到河底。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地质工作者的一个座右铭吧。对地质的话，像我们原来老院长说的，就是地质是练会的，不是那听会的，还是经过实践才行。就野外是必要的，不能光看书本上的知识。书本不行，完全书本可能会遭到误导。所以我们今天也把我们的科普直播给大家带到了我们中国地质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基地里面。希望大家对我们今天的直播能够喜欢，也喜欢我们的中国国家地理山河四季的账号，请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之后呢，我们还会跟老师有更多的这个地质的科普的直播带给大家。今天非常谢谢张老师对我们的支持。好，但是山谷的风也比较大。对，山谷的风是有一点大的，有点风了。这个小风吹着还挺凉快的啊，在快到夏天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凉爽的一个地方。好，跟大家说拜拜，再见，下次再见，谢谢大家。还有说感谢老师，期待下雨的。